男人每天6点准时起床，在狱警们的恭敬伴随下，前往操场晨跑。在他服刑超过2年的时间里，这座监狱的犯人们都不敢捣乱，甚至连典狱长也得顺着他的意，因为这个男人是韩国最大的黑社会老大金康宪，而这名男人是韩国最知名的大法官宋昌明。不管案子大小，他都亲自操刀，努力为受害者讨个公道。原来毫不相干的2个人，因为各自的孩子被牵扯到一起。4月8日那个上午，浩英因悼念母亲过于悲伤，加上严重哮喘的影响，开车经过一个弯道时，浩英立刻停车检查撞到的小伙。那时小伙尚未死亡，但由于伤势严重不断抽搐。恰在此刻，小伙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浩英看四周无人且无监控，犹豫了一下便断然挂断。小伙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咳嗽2声，将血吐在他身上。浩英原本想报警，但电话刚打通，他的哮喘病突然发作了，简直没法说话。然后靠着毅力走向车里，深吸一口随身带的药，给爸打了电话，但电话那头一直显示关机。画面切换，老宋庭审结束，回到办公室，接着把手机从飞行模式切到正常，顿时收到20多个未接电话。他意识到事情不妙，立即回电话过去。没多久，老宋回家了。确实，撞人的浩英是他儿子。浩英坦诚出了事，他2小时前撞了个摩托，因害怕便选择逃跑，摩托车手可能已经死亡。老宋听完儿子的话后，在卫生间沉思良久，理智最终压过了心头邪念。他决定带着儿子向警局投案，毕竟光靠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很快，他们到了警局门口，老宋让儿子留在车里，自己先进去报案。但从停车位走到警局门口，老宋几次停下了脚步。他明白自首的严重后果，加之他还是单亲爸爸，不想把儿子送进监狱。可作为一位大法官，老宋不断地提醒自己，必须勇敢面对才能解决问题。于是坚定地走向警局，但刚至重案组门前，听见屋内电视正播。今早7点半，环城路发生逃逸事故，受害者小金被丢在路边，因重伤不幸去世。得知小金的爸爸就是被关在监狱的金康宪，老宋听到这名字，明显感到担忧。他清楚金康宪的影响力，于是马上放弃自首，开车带着儿子离开警局。小金的去世消息很快传到监狱，为此典狱长特意上报，投为金康宪申请了保释，目的是让他能快点见孩子最后一面。但金康宪并不要保释，他要的是立刻无罪释放。与此同时，老宋带浩英回了家，让儿子把车祸的细节全部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下来，之后去检查那辆撞车的车，紧接着检查了轮胎，摩托车的残骸被清理干净，把车里的血迹擦掉，决定焚烧浩英穿过的衣物。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？老宋随手跟邻居打了声招呼，感觉烧衣物不可行了。与此同时，金康宪在律师的助力下，傍晚时分被宣判无罪释放，而他想要找出杀害儿子的真凶。另一边，老宋带着儿子的血衣直接扔到了环卫车里，亲自目睹他被机器处理后，才若无其事地离开。随后依靠视频教程自学换大灯。正当他以为万事大吉时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黑社会头目金康宪一出狱，就去停尸房确认儿子的尸体。但让他更加心痛的是，据警方透露，小金在早上7点半的车祸中并非立即死亡，肇事司机不止逃离现场，还将他丢下约半小时，直到8点被路人找到。送医后尽管还有生命体征，但最后救治失败，医生宣布死亡。此外，金康宪还想知道凶手能判多久。按照韩国的法律，如果是蓄意杀人，至少得判10年，但这次只是一般的肇事逃逸，最多能判5年。警察放出了案发时的报警录音，推测是小金打的电话。剧透一下，原来是肇事者想报警，却因哮喘突发，录下的全是法官儿子的声音。金康宪还不知情，他听录音里的痛苦呼吸声，再看到儿子悲惨的样子，感觉心如刀割，甚至连哭声都发不出来。一转眼，在小金的葬礼上，长子大金未经父亲同意，从美国飞回韩国，但对大儿子的行为，母亲坚信他害死了小金。因为小金去世后，继承家业的就是大金，因此金康宪决定亲自处理那个肇事司机，命令长子大金立马回美国。同时，大法官宋昌明也在忙碌，叫来七弟，开始策划给儿子洗脱罪名。其妻2年前已去世，因此他打出感情牌，说儿子还没从失去母亲的伤痛中恢复，他开的那辆车正是亡妻的，可能充满了美好的记忆。所以宋昌明请求七弟帮忙，在不打扰任何人的情况下，悄悄处理了汽车。连金能够理解姐夫的辛苦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第一步完成后，宋昌明立刻回家，细看儿子描述的案件经过，然后等待第2天小偷偷车。
接着带着儿子去了灵骨塔，故意让监控录到他们俩，当作是假证。没想到的是，父子俩离开时，见到工人在修理监控，详细询问后才知道，4天前监控已经停了，换新的还需连服务器，这意味着儿子的行踪未被记录。当晚，金康宪反复播放儿子的最后声音，他突然听到奇怪响声，立刻把视频拖回去查看，细听是谁发出的声音。没错，是汽车启动和倒车警报的声音。大法官拿出1沓钱，当着面贿赂这个男人，还删掉了关键证据视频。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儿子。昨天清晨大约7点40分，开车不慎撞死了黑社会2号人物的儿子。事发时，法官的儿子浩英一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黑帮大佬的儿子小金的手机响了，但浩英犹豫了一下没有接。他正想用那部手机报警，却因哮喘作怪，只得爬回车里急吸救命的药。之后他打算联系父亲，但电话那头始终没人接，于是在强烈的恐慌下选择了逃离现场。逃跑过程中，因为撞击车子的警示灯亮了，浩英就钻进了旁边的修车店。此刻他已经镇定下来，趁师傅检车的时候换上了长袖高领卫衣，遮住了身上的血迹。待修好后离开，小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浩英索性一走了之，全力一致把手机扔进了河里。大法官宋昌明听完后，儿子讲完案发经过后，一个人去了修车店，以女友和朋友离开为理由，想看近3天的监控录像，但车行老板显然不肯同意。别管他调不调得到，帮忙也没好处。宋昌明一听就掏了一堆现金，直接丢到桌上，还提了一嘴，要是让人知道他翻监控，不光是老板，他更麻烦。有钱真能办大事。老板最后还是让宋昌明查看了监控备份。注意这个小细节哦。老板在旁边站着的时候，等老板走进屋里看电视消遣时，我才赶紧浏览案发当天的录像。此时电台正好报道金康宪的次子发生车祸去世的消息，他马上感到紧张，不由自主地加快了翻看速度。但巧的是，金康宪的长子正在接受媒体采访，此举违逆了他父亲的意愿，是要找出害死弟弟的元凶。宋昌明听了直心惊，手心情不自禁的冒汗，因为连修车店的老板都知道，一旦落入金家之手必死无疑。可对方说啥他就是不回，老板因此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其实宋昌明已经快要崩溃了，因为他才找到儿子失踪的关键线索。你看完了吗？画面定格在一对年轻人身上。宋昌明站起来直接往外走，因为他得赶在金家采取行动前准备伪证。在此之前需要提醒儿子，如果稍有可疑被人发现，他们父子俩的命就没有了，所以必须收起那种表情，即便是警察盘问也要坚决否认。之后宋昌明直奔重案组，故意告诉张彩英刑警，他已故妻子的车被偷了，因为孩子很想念他妈，对那车特别执着。得知车被偷后，孩子闷闷不乐，所以他请张彩英帮忙，希望能找回那辆被盗的车，但又不希望孩子因此心情受影响，请你保密，不要告诉别人，直接联系我就行，我会处理这件事。其实这话有2层意思，如果宋昌明被发现，他打算担责。同时，盗车的李向泽红灯时被交警截停，查信息时才发现车是偷来的。那晚，张彩英将此事告诉宋昌明，不久后2人一起去交警队认领车辆。此处揭示一个关键细节，警方指出保险杠有划痕，并在拖车时，宋昌明显得非常紧张，多次拒绝了别人的好心，而且还自己联系了一家昂贵的拖车公司。在拖车过程中，一名男性警员发现轮胎中插着一块摩托车的碎片，而这一切竟都是宋昌明预谋好的。他说车是4月7号被偷的，因为案子发生在4月8号。警察很快就跟宋昌明回到了他家，按常规对法官的儿子浩英进行了询问。他借口上楼叫人，进了孩子房间，听起来是在说车被找到的事，其实是在提醒浩英，车已经失踪2天了。果不其然，一开始的问话很顺畅，浩英一点也不紧张。可张彩英却提了个棘手的问题，小偷是如何取到车钥匙的？宋昌明没预料到警察会这么问，一时竟然愣住了。浩英装作在思考，说家里的习惯是将车钥匙放在副驾的工具箱内，另外有已故妈妈开过的是旧车型，即便钥匙留在车内也能锁门，推测盗贼是在翻找值钱物品时被发现的。关于浩英的说法，张彩英毫不怀疑。同时，金家将次子遗体火化，他去世让母亲和小妹非常悲痛。一结束仪式，金康宪立马集合手下追查凶手，同时他一遍又一遍地听那段录音。他突然意识到那不是儿子的声音。随后警方通知了金康宪，详尽讲述了李向泽被抓的整个过程，确认他正是撞死次子的凶手，还提到此人属于红帮。当天午后，金康宪把红帮大姐头叫到海边，
追问李相泽是否他的下属。洪杰马上否认，声称从未和李相泽有过接触。金康宪察觉出话里的意思，表明不认为是蓄意谋杀，洪帮也无需与金家为敌，但如果发现有隐瞒真相，就麻烦大了。洪姐正要离开时，老二忽然透露，前些天一个议员打来电话，请求帮忙处置一辆车，派李相泽去处理的就是老二。那晚是4月8日，车祸发生在同一天早晨。听闻此事，洪姐马上让老二去找议员，这议员恰好是大法官宋昌的连经。知道真相后，他简直不知所措，马上叫他姐夫来到办公室，追问究竟怎么回事。是我撞的。宋昌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，但他替儿子承担了责任。连经清楚金康宪多势力，一旦被他知道，两人肯定没命。不过目前还有一个计策，得冒险一试。宋昌同意按连经的来，连经打算给偷车贼李相泽一大笔钱，帮他逃出国。只要李相泽不被捕，撞死金康宪次子的就会永远是他。这样一来，两人就能摆脱目前的窘境。但宋昌明回到法院后，总感觉李相泽这名字很熟悉，终于在案件文件中找到了他。李相泽是前段时间案件的受害者。同时，三妹在祭祀二哥时，因为连日的过度悲伤，哮喘病突发了。恰巧法官的儿子浩英正好经过，他看到后递过一条手帕。那天晚上，宋昌明在李相泽母亲家外守候，因为想起了老人当初的情形，如何感激他的公正呢？现在却因自己儿子害了别人家的孩子，正当他良心深受谴责。李相泽的母亲就惨死在宋昌明面前，他小女儿也未能逃过一劫。宋昌明被冲击波震飞了好远，一看这情况，立刻不再怜悯，因为他觉得爆炸是金康宪做的，如果被对方知道真相的话，他们父子俩将死无葬身之地。黑帮千金爱上了法官的儿子，谁知道官二代谈恋爱的目的不纯，因为真正撞死千金二哥的就是他。法官宋昌明亲眼所见，李相泽的母亲和小女儿被炸死，他以为这是黑帮老大金康宪的报复，如果他们父子露出破绽，肯定会有更惨的下场。四处打探点有价值的消息，正好这个案子由张彩英刑警主管。宋昌明意外地发现，李相泽还有一个快成年的儿子清平，因为在外打工赚钱，因此侥幸没有受害。金康宪正在哀悼刚去世的次子，李相泽家发生了严重的爆炸，他的老母亲和小女儿因此遇难。金康宪听到这消息后，马上指示心腹查明真相，担心爆炸的幕后是他的大儿子。同时，连经也确信是金康宪搞的鬼，他担心一旦新闻报道这个案子，李相泽就会得知，那个失去母亲和女儿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毕竟他还被他们诬陷陷害，变成了那个撞死金康宪次子后逃逸的肇事犯。他投奔红帮之后，红帮二把手已经推断出来了，李相泽偷车的时间和案发并不吻合。李相泽现在被警方追捕，却是被冤枉了。实际上撞人的是大法官宋昌明。房间里瞬间鸦雀无声，阴森可怕。红姐和老二万万没想到真凶是他。其实连经帮宋昌明，不是因为他们关系好到哪去，而是因为宋昌明人缘和口碑都不错，这种人很快能升为高等法院长，甚至有望见法务部部长。而连经本是国会议员，不只得依赖红帮这样的地下势力，还要在政界找个铁的后盾，因此他看这次是个良机，他参选一定没问题。在他和宋昌明的支持下，红帮很快发展壮大。红姐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，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。不过红姐私下有备而来，她让老二提前把谈话内容全部录下了。清平因失去至亲痛苦万分，连他那不靠谱的爸爸也消失了。在感到彻底无助时，他无意间听到两个警察悄悄讨论，认为案子太棘手，打算草率结案。听到这些，清平决定立刻离开警局，他迅速前往红帮的领地，自称是李相泽的儿子，要立刻见老二海龙叔。与此同时，李相泽正在逃亡中。从晚间新闻了解到一母一女悲惨身亡的事情。紧接着，宋昌明收到一通无名号码的来电，他犹豫了一下没接，刚坐到沙发上，手机又收到一条短信，内容提到金康宪次子的死亡和逃逸司机，以及大法官儿子的大学录取新闻。显然，发信人似乎知道一些内情，要不然为什么会突然给我发两篇完全不相关的文章呢？想到这，宋昌明马上回拨过去，但对方运用了技术把号码显示为空号。同时，长子抓住了一个红帮的毒贩，一定要找出李相泽。金康宪仔细反复听了录音，查看了李相泽的体检报告后，确认他不是撞死次子的真正凶手，因为录音中有明显的哮喘喘息声。实际上，李相泽并没有得这个病。这时候，亲信提醒他，听起来像是旧车的声音，建议查一查附近的修理厂。金康宪听后觉得这个办法不错，很快就确定了那家修理厂。和老板友好的聊了聊之后，老板坦白案发后确实有人来查过监控，但那人戴着帽子，面目不清，而且
那天的监控录像也不翼而飞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应该有50多岁，听说在和年轻女孩交往。虽然没看清那人面貌，但金康县找到了那辆事故车，马上让手下查车主信息。在红姐帮助下，清平联系上了父亲。红姐已经和连金一致同意，正打算除掉李向泽呢。李向泽也不笨，大致能猜到发生了什么，于是威胁红姐第2天找船送他们父子出国，否则就向金康县报告红帮对他儿子之死有所隐瞒。正巧这通话被毒贩听到了，他马上把这事告诉了金康县的长子。第2天，宋昌眠惊醒时，来人正是李向泽。他说自己不是来找麻烦的，但得把话说清楚。宋昌明迟疑了一会儿，最后决定开门。李向泽一进门就没废话，直接坐在了饭桌旁。听说你声名远扬，像你这样的大佬怎能干这事？直接走到宋昌明面前，明说是他害死了他的妈和女儿，然后递给他一个银行卡号，希望大法官能把罪行换算成金钱，务必在今晚之前转账，这样他带着儿子就不会回来了，他会直接找金康县。宋昌一急忙拉住李向泽，掏出手机让他看那条短信，但看他的表情，好像那短信不是他发的。不知道的是，还有人知道李向泽来过，那人就是大法官的儿子浩英。国搜科在爆炸现场发现，煤气管被人刻意切开，同时老人的大女儿2年前去世，她的丈夫正是大法官宋胖浩。就在那时，张彩英突然闯入办公室，她要问金康县几个关于昨晚爆炸的问题，直言怀疑金康县有关，毕竟死者是2个人，家属是害死他儿子的肇事逃逸者。金康县只希望警方能快点抓到李向泽。下午，金康县再次来到修理厂，扔下大法官宋昌明的照片，请老板确认那天来的是否就是他。与此同时，李向泽收到了大法官转来的5亿韩元，他马上和红姐定了出逃时间。红姐表面上安抚他，转头就把见面地点告诉了连金，双方一致同意今晚干掉李向泽。转眼间夜幕降临，李向泽刚和儿子在码头重逢，他的伙伴马上变脸。李向泽见势不妙，赶紧给儿子卡，让他快跑，几乎是拼命换命，为儿子赢得了宝贵时间。正在2伙人生死搏斗时，金康县的大儿子突然拿枪出现了，不止干掉了红帮3个人，连李向泽也被清理门户。他以为为弟弟报了仇，不知道清平在附近，把他杀父的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。宋昌明收到了一个神秘短信，对方说知道是谁干掉了金康县的次子，好一会儿都没后续。就在他要睡觉时，那个未知号码又打了电话过来。宋昌明赶忙接了电话，突然看到了非常危险而且重要的事情。黑帮头目终于确认，撞死他儿子的正是大法官。正当他准备报复时，大法官透露了一个秘密，涉及黑帮老大长子的生死，并强调只有他存活才能圆满解决大法官能否留住性命。原来2天前，大法官宋昌明收到了一通勒索电话，他们不但看到他儿子浩英砸了手机，还可能遭遇了重大车祸，只要给足够钱就能保密。宋昌明一听这话，马上猜出是修车厂的人打的电话，于是不得不勉强答应。另一方面，经过数日搜证，黑社会头目金康县确认，撞死他儿子的正是宋昌明，甚至幻想出当时案发的场景，儿子痛苦地在地上扭曲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宋昌明的脚，向他求救，但被誉为公正的大法官四周一看无人，竟把儿子的手一脚踢开，扬长而去。金康县眼见此情况，心里既痛又气，暗自决定非要亲手料理这个伪善之人。第2天一早，码头上警察发现了红帮小弟和李向泽的遗体，刑警张彩英随即通知宋昌，这起枪击和之前的爆炸都是金康县报复的结果。听完张刑警的汇报，宋昌害怕的更厉害了。同时，金康县也得悉这消息，于是急忙联系红姐会面，追问李向泽为啥和红帮的人一起死了，不是说过没关系吗？到了这个地步，红姐也藏不住了，只得坦白本来想偷偷解决李向泽为金康县出气，但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，真没其他坏心思。但金康县不买账，正要站起来走，红帮小弟把人拖了进来，一个快被打死的人。随后红姐的态度突然大变，你不想知道谁杀了李向泽吗？他的话里明显有藏着的意思。金康县就站在门口，继续等着看会发生什么。红姐直接说明了，点出麻药，小弟给某人卖了把枪，买你枪的是谁？金康县的大儿子。但事情还没结束，接着红姐爆料更劲爆的是，有人让麻药小弟炸了李向泽家，而指使者竟是金康县夫人的贴身保镖，这意味着金康县的妻子和长子卷入了凶案。回家路上，金康县心情沉重，他吩咐亲信一定要在警察之前找到长子，还要调查是谁炸了李向泽的家。大难不死的清平找到了警官张彩英，张彩英转头就把视频给宋昌明看了。与此同时，
金康宪道：“宋昌明家了。”趁屋内无人大胆进入，连一点灰尘都没有，让人觉得有点好笑，好像大法官的生活完美无瑕。然后点起了一根烟，刚放在整洁茶几上的烟熄灭了。可是，一出门，心腹马上向他汇报，长子刚在机场险些被抓。这消息让金康宪气炸了，他严肃地对心腹吩咐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回长子。宋昌明再度来到修车厂，询问老板师傅的去向，但老板却机智地留了一手，表面上说师傅辞职不干了，还说他明天要回来取工具，其实是为了控制宋昌明。宋一离开，他就立刻报告金康宪。与此同时，金康宪正在审问他的贴身保镖，问了一个关键问题：爆炸是不是夫人安排的？在关键时刻，保镖正要承认，却被金康宪当场击毙，因为他最在乎的就是家人，已经失去过一个儿子，不能再让妻儿处于危险中。为了保护他们，他愿意亲自处理所有可能的危机。这时候，得知修车厂老板打来的电话，通报宋昌明明天将会到访。当晚宋昌回家，刚坐下沙发，他就注意到了茶几上放着一根熄了的烟头。他立刻意识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长子在偷渡时正好被埋伏的海警抓住。张彩英把捉到长子的消息告诉他，正巧修车师傅出现在院子里。宋昌明立刻开始跟踪这个人，不知道金康宪他们正悄悄跟在后面。宋昌明跟着师傅进了废弃厂房，真巧被发现了，他急忙解释，封口费可以商量。谁知修车师傅开口就要10亿韩元，拿到这钱，他就能回国过上王的生活。可惜宋昌明没那么多钱，修车师傅一拳把他打倒。两人正吵架，进来的正是金康宪。宋昌明一见特别慌，对方肯定知道点什么，但还没来得及说明，就被拉着衣领跪下。金康宪立刻拔出手枪，紧贴在他额头，正要开枪时，透露出金康宪的长子被捕的消息。听闻此事，金康宪马上示意去确认。宋昌明继续说道，他掌握了长子枪杀李相泽时，李相泽儿子清平所拍的关键视频，一旦这事曝光，长子肯定没命。他的心腹证实了一切正如宋昌梅所言。宋昌梅立刻信心倍增，声称只要自己不死就能让长子脱罪。一边是次子复仇未果，一边是长子命悬一线，金康宪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若为逝去的次子报仇，则在世的长子将受牵连。于是他选择发泄，空放2枪。但他达到今天的地位，绝非简单之辈。看到昏迷中醒来的修车师傅，金康宪灵机一动，立刻将枪递给宋昌明，使其击杀修车师傅，以证明其言非虚。身后的亲信拿出手机，把这关键的证据录了下来，提心吊胆地瞥了修车师傅一眼。大家记住，他掌握着父子俩的秘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不是法官吗？法官怎么可能杀人？我到死都绝对不会说出浩英的事。黑道老大为了救长子脱罪，把枪交给了害死儿的法官。法官为掩护自己儿子的秘密，便枪杀了唯一的知情者。接着，金康宪坐在宋昌面前，冷静一点。宋昌明迅速冷静下来，说：“警方从查到起诉最少得1周。现在最坏的情况是，大儿子杀人的全过程被录了下来，警方肯定会全力以赴。如果视频证实了那人是长子，一旦证实，想要翻案几乎变得不可能。因此，当案件交到他手上，一定要保留些疑点。”金康宪知道，想要证明长子无罪很困难，但他手中有宋昌明杀人的录像，加上有能力对付他，可以说轻而易举。所以他警告说，无论如何都要处理好这件事。宋昌明立马约了刑警张彩英见面，侧面探听了证人清平的情况。张彩英没多想，透露已把那孩子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，开庭前不会有人找到他。应宋昌明的请求，张彩英带他去了秘密审讯长子的场所，拉开遮光窗帘。宋昌明看到长子正在被询问，内心涌起强烈的罪恶感，因为要为这种杀人犯辩护。张彩英电话通知，正押送长子回局的途中，再搜几个证据就交给检察官。说来巧了，这个案子的检察官正是3年前把金康宪关进监狱的江素英。听此消息，宋昌明头疼不已，因为江素英非常严格，恪守法律和原则。他马上询问是否取得长子的证词。张彩英说，虽然缺证词，但物证充足，包括提到的视频、证人清平，还有嫌犯用的枪。可是第2天一早，宋昌便联系金康宪求见。意外的是，对方让他往窗外看，外面已经停了一辆车，这意味着他一直被监视。不久，宋昌在别墅见到了金康宪，他恭敬地把所知的信息全都告诉对方。金康宪一听，立即有了打算。然后下午有人去警局报案了，声称目击长子杀人案的人，在审讯时面对面指认时，却说真凶不是长子。张彩英马上识破这人是谁派的，
另一边的逮捕也遇到麻烦，枪贩坚称没见过长子，只记得最近卖枪给一个叫曹兵的。与此同时，金康县来找红帮，逼迫红姐交出曹兵。毕竟次子去世时，红帮确实隐瞒了真相，他完全有能力干掉所有目击者，却选择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坚信世界上还有正义。这番话我只说一次，剩下的由红姐自己决定。至于警局这边，局长也在给张彩英施压，责怪他私自把报告送检方。张彩英根本不买账，坚决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但同事们找到曹兵时，发现他已自杀了，显然有人在背后操控，企图隐瞒真相，这让张彩英非常气愤。他当晚就找宋昌明倾诉，不知不觉喝多了几杯，回家前叫了代驾，但宋昌明意外地认出这个代驾好像见过，于是他小心留意，给张彩英打了个电话，叫他到家后联系他。可直到第二天早晨，张彩英不但没回音，电话还直接关机了。宋昌明感觉有问题，午休时就去了警局。然而同事透露他今天未到，同事和宋昌明强行打开了张彩英的公寓门，一进门就看到一片狼藉，像是被人翻找过一样。关键是找不到张彩英，也就是说她已经失踪了，这让宋昌明更加恐惧。当晚他带着连金去了一个热闹的派对，在那里他透露了之前见过金康县，他担心即使长子被判无罪，到时候连命都保不住，所以得找个能生存的方式。因此连金又去联系红姐，但红姐因为金康县太势利，不愿再淌这趟浑水。没料到他假装宋昌明已经进了青瓦台，能和金康县一较高下。红姐竟信了连金的话，主动找检察官江素英见面了。您想要抓的人不是金康县吗？只要是能抓到他的事，对你而言都会有帮助吧。有人通过电话报了警，声称曹兵遇害而非自杀，还披露了知道谁纵火烧了李向泽的家。根据他提供的线索，很快抓到了2个越南人，同时下属也进行了汇报。宋昌明悄悄跟连金见面了，红姐好像也在跟检察官江素英搞小动作。转眼已是第二天，江素英率队突袭金康县家，依法将金康县的妻子逮捕。同时金康县把照片扔在桌上，感觉这许多巧合背后都是宋昌明搞的鬼。小美在海边边跑步边自言自语，突然一幕让她吓得直接趴地上。原来一具僵硬的尸体躺在沙滩上，尽管如此，法医在尸体上发现了可疑之处，在35度高温下尸体竟然冰凉，推测可能是有个变态提前将尸体冷冻。这人还在审讯时哼歌未绝的内疚，竟然还打算去洗个热水澡。听闻此事的检察官江素英立刻示意助手，给他递来平板电脑帮他消磨时光，上面放的是偷拍到的视频，显示大嫂的秘书正在报告如何炸死李向泽全家。大嫂却只是淡淡一笑，她明白江素英手里的所谓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她有关，也就是说不能定罪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江素英直接指出她找到了金康县的弱点，那就是她身边的亲人。大法官发现对面的办公室金康县的一个小弟在监视，尽管如此，他更想摆脱金康县的束缚，于是通知连金正式合作。下午时分，检方开始讨论大嫂教唆杀人的案子。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同事觉得即使她不是金康县的妻子，也没达到需要收押的程度。可是一贯公正的宋昌明却提出反对，说要再给1天时间，仔细考虑是否构成犯罪，明显带有个人感情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同事们也不敢提出反对。很快这事就传到了金康县里，他觉得可能是故意在拖延这事情，想打个电话问候下，但是人家根本不理，这让金康县很生气。同时宋昌明这边，他想出了个摆脱的绝招。下班后西装革履的他去健身房锻炼了。不一会儿，金康县的秘书把所有人都撵走了，接着把他按在墙上，质疑他搞小动作的原因。宋昌明装作一脸无辜，他负责审理长子的谋杀案，此时若向金康县示好，不假思索地释放大嫂，法院和检察院会如何看待？别忘了有关长子谋杀的视频和证人作证。但宋昌明说到越来越激动，按现状来看，我们不能再听从金康县的想法了，何况大嫂的教唆杀人案漏洞百出，她早晚会被判无罪，我们怎能因小失大呢？这番激昂的讲话让秘书听得目瞪口呆，看到他迷茫的样子，宋昌明更有了底气。如果还不信任他的话，不如现在就把他解决了。秘书认为这个主意不错，便走过去警告他，明天必须在约定地点见面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秘书走后，宋昌明换成了运动服，看看跟踪的小弟有什么反应，果然和预期一样。然后他重新穿上了西装，故意让小弟看到自己，缓缓地告诉连金，明天下午1点在某小店见面。第二天，宋昌明先见了金康县，宁愿光明磊落地死，也不愿忍受屈辱的活。
宋昌明吓了一大跳，但他很快又镇定下来。明说如果现在杀了他，那长子也救不了了，家人正是金康县的弱点。说完狠话后，气愤地离开了会面地点。没有一刻耽搁，直接回办公室宣布，大嫂教唆杀人证据不够，觉得没必要拘留，当天可以释放。与此同时，金康县很快收到了这条信息，对法官放下了戒心。紧接着送换上西装，去健身房打了个卡，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换成运动服悄悄离开大楼，在街上迅速拦了辆出租车，匆忙前往之前约好的小店。但当我打开包厢门，却看到红姐在里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来了呀？连金说她还在路上，在她到之前，我想跟您谈点事。原来红姐很是委屈，自从金康县的次子去世后，她的手下连丢了7人，每日还得防着帮派被灭，无奈之下只好依靠连金。然后话题一转，威胁说如果连金和法官不帮忙，就得跟他们对着干。问宋昌明有什么翻盘计划，宋昌明没隐瞒，说他早就跟连金商量好了，2人会加入新总统候选人的团队，利用这层关系走进青瓦台成为法务部长，从而摆脱金康县的威胁。但重点是得让红姐找到清平，无论如何要确保她安全。这时候连金也到了包厢，他说来晚了是因为刚遇到了新的总统候选人，对方很重视宋昌明，保证只要他加入，一切都好商量，得赶紧找个时间见一面。不知道连金已经被人盯上了，金康县的手下拍到了他们的鞋子，向秘书报告3人已见面，其中包括连金和红姐，另一个没弄清楚，把照片发了过去。晚上宋昌明一回家，刚将旅行鞋放门口，就发现金康县坐在沙发上。就在这时，法官的儿子浩英刚好回家，走进屋里，金康县没多说，正要经过玄关，注意到地上有一双拖鞋和旅游鞋，他迅速停下，掏出手机对比了一下小弟发的照片，果然和地上的一样，但误认为是浩英的衣服没多想。同时红帮遭到全灭，村里人无一幸存。与此同时，连金也被捕了，遭到一行人的毒手。接着第2天就发生了序幕，因为房间温度太低，新闻很快报道了此事。宋昌明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内容是他射击杀人的全程，没错，死者正是他杀害的那人。韩剧《法官大人》上演惊天大逆转，法官的儿子撞死黑帮老大的孩子并非偶然，竟是为了靠近黑帮千金，也是有预谋的，这都是为了给冤死的母亲复仇。浩英的妈妈突然自杀离世，但真正的加害者长子因缺证据被判无罪，他恨自己未能护住妈妈，更痛恨法官父亲放走了凶手。他曾尝试用安眠药自杀，幸亏及时救治，未酿大祸。此后父子俩几乎断了联系。回到现实，宋昌明看过自己的谋杀视频后，被金康县叫去了别墅。金康县直接警告他，只用1个晚上就能揭露他的所有阴谋，意思是别玩花招，继续判长子无罪。长子的杀人案很快开庭了，检察官江素英只提供了间接证据，认定长子是码头开枪的凶手。辩护律师立刻抓住了这一点，坚持疑罪从无，希望法官能判被告无罪。一审结束之后，宋昌明特别紧张，发现金康县的手下还在监视他，立刻给儿子打了电话。那时候浩英正和黑道千金恩静谈恋爱，可以看出2人关系已经很亲密。这时候恩静要去洗手间，他刚离开，大嫂便坐到了对面。他警告浩英，自己是恩静的妈妈，不知何时开始，女儿的智力发展停滞了，一直处于10岁的水平，因此承受不了同龄人能应对的困难。不久前小儿子去世时，恩静很难过，总算有点缓过劲来了。如果浩英只是觉得女儿年纪小，想让她玩一玩，那代价可得用生命来付。这时候恩静刚好回到座位，大嫂就找了个借口走开了。殊不知刚才那番话让浩英觉得金家都是冷血杀手。到了晚上，宋昌明让儿子先避一避，浩英一听就怒了，父子间多年的激怒终于爆发。其实这家伙早就心知肚明，他猜父亲是被金康县威胁了，才决定宣判长子无罪。如果真那么做了，直接去找金康县问个清楚。宋昌眠实在想不通，为何儿子偏要参与此事。因为那家伙害死了我妈，你妈是因抑郁症去世的，长子的罪证不足，此案已判无罪结案。你认为长子是清白的，那我妈为何会这样做？因为没人信他，因为没人相信他，他才会那么做。聊着聊着，宋昌眠突然意识到浩英可能是故意撞死的，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这想法。儿子怎么可能知道他会经过那里？我真的不知道吗？如果这是我故意的呢？宋昌明打了儿子之后感到后悔，但他不让自己去相信这一点，毕竟要是不小心，外面可能有金康县的人在偷听。但浩英误解了爸爸的意思，孤单一人闷在自己房间里。第2天清晨，
彻夜未眠的宋昌明开始担心浩英，推门看时发现房间空无一人，打电话也联系不上，无奈只好在语音信箱留言，然后离开家。过了一阵，直接跳上了路边的的士。谁能想到，出租车司机竟是红姐伪装的。为了向帮派复仇，他冒险打听接下来的步骤。可宋昌明的心思也很乱，完全没什么好点子。红姐听后坦白说，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路一条，不如豁出去一搏。只要法官判长子有罪，就能牵制金康县，至少不用担心后顾之忧，有力量去灭口了。这想法立刻让宋昌明警觉，所以在2审中，他不由自主担忧了烈士的江素英，抓机会问办案刑警在哪，现在失联了。到了晚上，宋昌明一回到家，仍然联系不到浩英，于是请求帮忙的熟悉警员追定位找到儿子，但通话被叛徒听光了。这小子立刻将这件事汇报给了黑帮大佬金康县。不一会儿，宋昌接到秘书电话，画面切换，他被带到大学旁的小公园，跟着金康县的视线，看到浩英和恩静坐在对面便利店。在这敏感时期，金康县好奇他儿子怎么会和自己女儿在一起。宋昌明听后立马跪下了，承诺今后阻止两人见面，并求父亲原谅长子，只希望别对浩英出手。金康县没多说，宋昌明以为他同意了，然后从便利店带出两人，表面是送他离开，实际是提醒儿子他女友的真实身份。但宋昌明没料到，浩英早知道他的背景，而且是故意的。第3次庭审很快到来，宋昌始终认为江素英没有确凿证据，因此长子应该会无罪释放。然而江素英突然要求让负责这案件的警员张彩英出庭证明，他顿时心提到嗓子眼。紧接着张彩英出现在庭审现场，案件立刻发生了戏剧性的大逆转。要知道关键证人清平正是被他隐藏起来，江素英恰好提议最后让清平在庭上作证，宋昌明的盘算立刻崩溃了。第2天，恩静怎么也联系不上浩英，即便跑到家楼下，浩英还是故意躲避他，于是他就守在他们常去的图书馆。浩英直言恩静爸威胁了他的爸，如果他们再继续交往，自己的爸爸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知道了真相的恩静当场崩溃了，实际年龄10岁的他承受不了这个现实，在父亲凶狠和分手打击下晕倒了。金康县失去儿子后非常伤心，他请人破解了女儿手机，发现全是给浩英的通话。另一方面，张彩英约见宋昌明，他坦诚失踪期间一直在调查金康县次子之死，意外发现李向泽无作案时间，而宋昌明正好是肇事车主。当法官在开庭时，案件发生了，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嫌疑人。你觉得嫌疑人是谁？你应该很清楚吧？张彩英希望宋昌明能做出明智选择，先给长子定罪，再去抓金康县。同时金康县带浩英去了个咖啡馆，希望这小伙能和他女儿好好相处。但浩英却说，如果我不答应的话，我和我爸可能都没法安全了吧？您不就是这类型的人？说完这些怨言，浩英紧张的哮喘发作了。金康县立刻听出来了，他的喘息声跟撞死他儿子的人一样，再加上他当场吸了治疗的药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韩剧《法官大人》终于圆满落幕，正义警察神秘被害，公平法官私自枉法，大恶凶犯意外无罪释放，两位父亲为各自儿子展开了最终较量。黑帮头目金康县发现撞死他次子的可能是这位法官的儿子，但他并未立即报复，反而让浩英离开了，因为还得靠他爸帮长子洗脱罪名。浩英当晚回家，宋昌明便透露张彩英警官已经知道谁撞死了次子，他是要保护自己的儿子，建议还是出国躲一躲比较好。但浩英对父亲说，记得小时候他常教导，不管犯什么错都要接受惩罚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宋昌明听后误以为儿子所说的受罚者是长子，他不明白为啥要撞死，难道仅为了为妈复仇？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浩英想看看那位平日公正的法官，即便是处理亲妈受害案也严守法律的爸爸，面对亲生子故意杀人时会不会依然如此？按律法公正判断，若依法公平定夺，那么害死母亲的长子应该如何处罚呢？孩子的响亮回答让宋昌明哑口无言，父子对话也戛然而止。清平作为长子枪击案的关键证人出庭了，他的证词对长子极为不利，这和宋昌明想要的无罪裁决完全不同。他马上联系了总统候选人，晚上在餐馆安排了会面，希望通过拉拢对方快速进入青瓦台来对抗金康县的操控，但候选人却要他判定长子有罪，接着激发大量舆论，目的是根除金康县的势力，这样他就能积累很多政绩。但宋昌明最在意的是裁决结果，生效后多久能进青瓦台？但候选人的回答是舆论发酵2个月后。宋昌明等不了那么久，这段时间太多变数，
于是他便联系了红姐，两人密谋了生死攸关的计划，除掉金康宪，然后以庭审对长子不利做借口，把对方约出来了。刚见面时，金康宪通过秘书放了那段录音，指出真正撞死他次子的其实是有哮喘的浩英，而他竟然就在他女儿身边，不由得怀疑这是不太可能这要巧，会不会是法官故意的安排？这让宋昌明吓得半天说不出话。好一会儿，他才颤颤巍巍地透露出长子侵犯妻子的事情。他保证浩英绝对没故意的。很清楚地可以看出，金康宪不知道长子侵犯别人妻子的事。总的来说，宋昌明希望作为父亲的金康宪能再给一次机会，他要让连京去告诉清平，他才是害死李相福的罪魁祸首。再举报张彩英，虽知真凶是他，却因抓金康宪和长子而隐瞒，这样一来必能使长子被无罪释放。等到一切结束后，他要亲自向金康宪致歉以示谢意。金康宪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，但待他离开之后，宋昌明突然想起今晚他们还有安排要对付红姐，于是他赶快联系对方取消了行动。第二天，按照宋昌明的指示，连京告诉了清平，一直保护他的张彩英原来是和宋法官同一伙的，提供了他们修车时的合照作为证据。小孩一时冲动就信了那些谗言，并且觉得张彩英利用了他。另一边，宋昌明安排了与候选人的见面，提到他受到了金康宪的恐吓，希望在判决有效的同时能进驻青瓦台，否则难以让长子被定罪。但是候选人突然拿出一堆照片，明说是另一名法务部竞选人给的，上面描述的是他和金康宪昨晚会面的场面，也就是说进入青瓦台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。转眼到了最终的庭审，清平修改了证词，谎称案发当晚没看清凶手面貌，因为奶奶和妹妹被炸死时，有人一直说是金康宪干的，所以才断定杀父凶手是长子。交集的人是负责侦查的张彩英警官，以及负责起诉的检察官江彩英。案发后，清平被秘密藏匿起来，还有俩人总是找机会针对金康宪，因此辩护律师便指控警察和检察官伪造证据，希望法官能判决长子无罪。宋昌明听后表示，判决将在3日后公布。对于这个决定，张彩英和江彩英都不满意，因为如果这次又失败，以后要对金家人采取法律行动就更难了。因此张彩英决定了，就算耍点小手段，也得坚持法律的公正。那天晚上，他把宋昌明叫了出来，直言不讳地说浩英撞死他儿子并非意外，而是预谋了半年的犯行。原来张彩英联系了修车师傅的女朋友，据这人透露，去年秋天浩英突然联系了她男友，支付了300万韩元请这对情侣帮忙。两人密切关注次子的每一个动作，直到有一天他们听到这小子说起金康宪，送了他一辆摩托车当生日礼物，还夸耀自己哥哥是个恐怖的存在，还曾经侵犯了一名法官的妻子。于是浩英就策划了碰撞事故，但男友非常机警，暗中跟踪了浩英，结果男友神秘死亡。江彩英则威胁宋昌明，他将永远把这个秘密埋在心底。宋昌明听完，走到一旁拨了个电话，通知金康宪，张彩英正在以浩英的事情来威胁他，目标是让长子被定罪。浩英对他来说是致命的弱点，因此不惜一切手段，即使是监禁，也要摆脱张彩英的压力。第二天一早，红姐告诉宋昌明，昨晚浩英让他弟弟订购了一把枪，同时怎么也联络不到张彩英的江彩英开始怀疑他失踪了。回到办公室时，看见宋昌明已经在那等着了。其实宋昌明这次来是想要判他长子有罪，但是证据还不够充分，希望能从检方那里弄到一些金康宪集团的罪证，其实是想借助这种关系进军青瓦台。可是江彩英忽然问，昨晚有没有见张彩英，他们几点分开的？宋昌明没想到会承认，这次见面主要是他儿子的事故，但他否认失踪与自己有关。不料回家途中被金康宪堵了个正着，原来拍总统候选人照片的人是金康宪指使手下干的，也就是说宋昌明的每个动作都被监控着。金康宪警告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忍让，如果再有什么事情，他难保浩英安全。宋昌明一听，立刻跪地哀求对方饶了他儿子，他一再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孩子，希望金康宪这位父亲能理解。最后金康宪被他感动，带人撤离了现场。转眼到了判决日，尽管知道长子是凶手，宋昌明还是为了掩护儿子，称检方证据不足，编造事实，当庭判长子无罪。这让浩英彻底失望于父亲。但庭审刚结束，江彩英拦下了宋昌明，他刚得知张彩英警官的尸体在河中被找到，宋昌明脸上却毫无惊讶。同时浩英难以接受长子无罪释放的消息，情急之下接过了一把枪。金家正在庆祝之际，温静邀请他晚餐。故事尾声，浩英和金家一起吃饭，大嫂突接电话，他往房间里听，江彩英直言，长子就是2年前的那个施暴者，
受害者是浩英的妈妈，次子之死非偶然，而是精心策划的复仇行动。与此同时，浩英怒火中烧，但长子却嘲讽他编造故事，因为那些往事已全然忘记。浩英难以置信，果断地抽出腰间的手枪。当宋昌明冲进金家大厅时，发现儿子已断气，旁边是手持枪支的秘书。可惜的是，通过调查和证据收集，只在手枪上发现秘书的指纹，再加上浩英带枪进金家，最终秘书被判防卫过当。事后，恩静无法接受浩英去世，选择割腕自杀。幸好金康宪及时发现，从而就回了一命。但恩静已决心要死，趁父母不在的时候，服了致命剂量的药。虽被金康宪发现，但脑损伤太严重，已无复苏可能。剧中唯一未犯错之人，却因卷入家庭纷争牺牲。宋昌明也向检方坦白，但在真诚的忏悔也就不回浩英。最让人气愤的是长子，不但未受任何惩罚，反倒计划出国躲躲风头。剧情到此基本结束，两个父亲坐在沙滩上，反思对自家孩子的亏欠。